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普通话播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玛丽。大家好，我是周洋。玛丽，我们每次做节目都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中文。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核心的话题，对吧？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可以说是每个中文学习者从会说中文到说好中文的必经之路。这个话题就是如何用中文来思考。用中文思考，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很多学习者可能会想，我连说都说不流利，怎么可能用它来思考呢？或者说，我为什么要用中文思考？我每次先用母语想好，然后翻译成中文，不是一样可以交流吗？问得非常好，这正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要和大家探讨的问题。周洋，不如你先来分享一下，你觉得用母语思考然后翻译和直接用中文思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好，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于速度和地道性。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大脑像一台电脑，如果你用母语思考再翻译，过程是这样的：先听到中文，然后在大脑里翻译成母语，再用母语思考答案，然后把答案翻译成中文，最后说出来。你看，这中间多了好几个步骤，就像电脑程序运行了很多不必要的代码，速度自然就慢了。我非常同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习者在对话时反应会慢半拍。他们不是没听懂，也不是不知道怎么说，而是在忙着做翻译工作。别人说一句话，他要低头想半天，等他想好了，话题可能已经进行到下一步了。对，这就是速度问题。另一个是地道性。语言不仅仅是词语的组合，它背后是文化和思维方式。有很多中文的表达是无法从其他语言里完美的翻译过来的。比如中国人常说的辛苦了。哦，这个太经典了。你下班的时候，同事对你说辛苦了，你帮了别人一个小忙，对方对你说辛苦了。你去朋友家吃饭，吃完饭，朋友的妈妈可能也会对你说，今天来玩辛苦了。这个辛苦了，如果你翻译成 You've worked hard， 在很多情景下听起来会非常奇怪。是的，因为辛苦了在这里不仅仅是描述一个事实，它更是一种关心、感谢和客套，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情感表达。如果你不用中文的思维去理解，只是硬生生的翻译，就会失去它原本的味道。再比如说加油这个词，这个也很有代表性。比赛的时候说加油，考试前说加油，朋友遇到困难了，我们说加油。它包含了 good luck, come on, you can do it, hang in there 等等好多意思。但它的使用场景和情感色彩，只有在中文的语境里才能最准确地感受到。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学习用中文思考？第一，是为了让你的反应更快，对话更流利，不再有延迟感。第二，是为了让你的表达更地道，更能理解中文深层的文化含义，摆脱生硬的翻译腔。说得太清楚了，用中文思考，就像是你从一个中文游客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中文居民。你不再需要地图，你可以凭着直觉和习惯，在这个语言世界里自由地行走。好了，
既然我们知道了用中文思考的巨大好处，那接下来就要面对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了。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很多朋友肯定觉得这太难了，我做不到。别担心，其实用中文思考不是一个需要开悟的神秘技能，它更像是一种可以刻意练习的习惯。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从易到难的思维训练法。我们把它分成几个阶段，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一步一步来尝试。那我们从第一阶段开始吧，我称之为婴儿学步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是，在你的大脑里，给中文留出一个小小的空间，让它先生根发芽。婴儿学步，这个比喻很形象，具体怎么做呢？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从你身边最熟悉的事物开始。我建议大家准备一些便利贴，在你的房间里，在你看到的所有东西上都贴上它的中文名字。比如，在你的床上贴一张纸，写上床；在你的灯上贴上灯；在你的电脑上贴上电脑。这个方法我听说过，非常有效。它的目的就是让你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大脑里第一个出现的词不是 bed， 而是床，建立一种图像和中文声音之间的直接连接，跳过你的母语。完全正确。你每天起床看到床就念一遍床，你开灯看到灯就念一遍灯。久而久之，这种连接就会变得非常牢固，你不再需要翻译了。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在这个基础上，我还有一个补充的建议，可以叫做内心独白法，就是用最简单的中文对自己说出你正在做的事情。比如，你早上起床了，你可以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起床了，然后你去刷牙，你就对自己说，我现在刷牙。刷完牙，你觉得饿了，你可以对自己说，我饿了，我要吃早饭。句子可以非常简单，甚至只有1-2个词，比如饿了、吃饭、出门。这个方法真的太好了，因为它完全没有压力，没有人听见，说错了也没关系。但它在悄悄地训练你的大脑，让你习惯用中文来组织一些最基本的信息，就像是在你的脑海里进行一场永不间断的最简单的中文直播。是的，这个阶段的关键就是简单、重复、高频，不要追求复杂的句子，就从你每天都要做的最熟悉的事情开始，把用母语思考我的日常变成用中文思考我的日常。好了，当我们已经习惯了用中文命名身边的东西，也能用简单的句子对自己进行内心独白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第2个阶段了。我叫它沉浸体验阶段。沉浸体验，听起来就是要为自己创造一个中文环境了。没错，我们很多人没有条件生活在中国，但我们可以用现代科技为自己创造一个迷你中文世界。这个阶段的目标是让你的被动输入也变成中文模式。我猜，你肯定要建议大家把手机和电脑的系统语言换成中文。哈哈，你太懂我了，这绝对是第一步。一开始你可能会非常不习惯，找不到设置在哪儿，不知道发送是哪个按钮。但请相信我，
最多1-2个星期，你就会完全适应。而且你会不知不觉地学会很多非常有用的词，比如连接无线网络、下载、安装、静音模式等等。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非常高频的词汇。通过这种方式学习，比你背单词表要有效得多。除了修改系统语言，我们还可以把娱乐活动也中文化。比如你喜欢听音乐，那就去找一些中文歌来听。一开始可能听不懂歌词，没关系，先熟悉旋律和中文发音的感觉。大家可以从一些歌词简单、发音清晰的歌曲开始，比如一些经典的民谣或者流行歌曲。你可以看着歌词听，试着跟唱。这不仅是听觉输入，也是一种口语练习。另外，看视频也是一个好方法。如果你觉得看中文电视剧或者电影太难，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中国的少儿动画片，比如小猪佩奇的中文版。小猪佩奇，哈哈，这听起来有点幼稚，但确实是个好主意。千万不要小看它，动画片的优点是：第一，语速慢，发音非常标准；第二，内容都是日常生活，词汇和句子都很实用。比如，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我们去跳泥坑吧。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表达。第三，它有画面辅助，即使你听不懂，看图也能猜到大概意思。这个阶段的核心就是，在你放松和娱乐的时候，也让自己被中文包围，把学习变成一种不知不觉的习惯，而不是一件需要努力去做的苦差事。这样，你的大脑就会慢慢习惯中文的声音和节奏，为下一步的主动思考打下基础。是的，你可以规定自己每天至少有30分钟的中文娱乐时间，可以是听一首歌、看一集动画片，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几个中文博主，看看他们发的图片和简单的文字，让中文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只在课本里出现。第三阶段，我称之为主动构建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开始有意识地用中文来组织思想和表达自己。听起来挑战升级了，具体要怎么做呢？这里有几个非常有效的练习方法。第一个叫做词块思考法。我们很多学习者思考的时候，习惯一个词一个词地往外蹦。比如，想说拍一张照片，他会想拍一张照片，然后组合成拍一张照片。这样效率很低，而且很容易出错，比如语序错误。对，所以词块思考法要求我们在学习和记忆的时候，不要只记单个的词，而是要记一整个词块或者短语。比如拍照、吃饭、睡觉、看书、上网，把这些高频的动作变成一个固定的块儿，储存在你的大脑里。我明白了，当你想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你直接调用整个词块，而不是现场去组装。就像搭乐高积木一样，你用的不是一小块一小块的零件，而是一个已经组合好的模块。非常准确的比喻。比如，你想问路，不要去想我怎么去，然后逐字翻译成我怎么去，而是直接在大脑里调用请问去哪儿哪儿怎么走这个完整的词块。这样你的思维和表达都会流畅很多。那么，如何练习这种词块思考法呢？
在你学习任何一个新动词或名词的时候，都有意识地为它搭配组合。学了买，就马上学买东西、买水果、买衣服。学了电影，就马上学看电影、买电影票，一部有趣的电影。让这些词块像口头禅一样变得张口就来。这个方法很实用。那除了词块思考法，在这个主动构建阶段，还有什么好方法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练习，就是描述法。当你思考时，如果突然遇到一个你不会说的中文词，怎么办？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马上拿出手机查字典。我建议大家先停一下。哦，不让查字典？那怎么办？卡住了呀。试着用你已经会的中文去描述这个你不会的词。举个例子，你想说冰箱，但你忘了或者不会这个词。你可以试着这样思考和表达：那个厨房里白色的方方的大家伙，可以把食物放进去，里面很冷，能让东西保持新鲜。哈哈哈，这个描述非常清楚。虽然你没有说出冰箱这个词，但听的人完全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对，这个练习的好处是双重的。第一，它能让你在对话中不中断，保持沟通的流畅性。第二，它强迫你的大脑在中文模式下解决问题，而不是一遇到困难就马上切换回母语加字典的模式。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思维训练。而且，这个过程本身也练习了你的中文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为了描述清楚，你会用到很多基础的词汇和句型，比如颜色、形状、功能等等。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复习。是的，所以下次你想不起一个词的时候，别急着投降，把它当成一个游戏，一个挑战。挑战一下自己能不能只用中文把这个东西描述清楚。词块思考法和描述法这两个方法都是在主动构建阶段非常核心的训练，它们帮助我们从认识中文过渡到使用中文来进行思考。周洋，我们已经聊了3个阶段了，从最简单的贴标签到创造沉浸环境，再到主动构建思想，听起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完整的体系了，是不是还有更高阶的阶段呢？当然，第4个阶段，我称之为思维内化阶段。到了这个阶段，用中文思考就不再是一件需要刻意去做的事情，而是开始变成一种半自动甚至全自动的习惯。这听起来就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了。要达到这个阶段，有什么秘诀吗？有2个练习方法，我个人非常推崇。第一个是写中文日记。写日记，很多学习者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不知道写什么，也怕写错。一开始完全不用把它想得太复杂。你的中文日记可以非常短，甚至只有1句话，比如今天天气很好，或者今天我吃了面条，很好吃，或者今天工作很忙，有点累。就是记录一下当天最简单的心情或者事件。对，关键不在于你写得多好多复杂，而在于写这个动作本身。因为写是一个强迫你整理思路的过程，你必须用中文的词汇和语法，把脑子里的想法输出到纸上或屏幕上。这个过程就是最直接的用中文思考的实践。我明白了，
它不像口语对话那样一说就过去了。写下来，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句子结构，可以思考用哪个词更准确。这是一个慢动作的思考训练。非常对。当你坚持写一段时间后，你可以慢慢尝试写得更长一点，更复杂一点。比如，描述一下你今天遇到的一个有趣的人，或者你对一部电影的看法。不要怕犯错，日记是你和自己的对话，是最好的、最安全的练习场。那么，除了写日记，第二个方法是什么？第二个方法，也是我个人觉得最有趣的一个，叫做和自己对话。这个方法非常有效。你可以在一个人的时候，比如散步、做家务或者洗澡的时候，在你的脑海里用中文进行一场对话。你可以扮演两个角色，自己问，自己答。比如，你可以问自己，今天晚上想吃什么？然后自己回答，我想吃辣一点的，四川菜怎么样？好主意，那我们去哪家餐馆吃呢？我知道有一家新开的，听说味道不错，要不要试试？这简直是在大脑里演练真实的情景对话呀！正是如此。这个练习的好处是，你可以模拟任何你感兴趣的场景，比如模拟去银行换钱，模拟和朋友讨论周末计划，模拟面试。你可以提前思考，在这些场景下，你会说什么，对方可能会问什么。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哪些词不会说，哪些句子不地道，然后你就可以带着这些问题去查资料，去学习。这是一种非常有针对性的学习方式。是的，他把思考、口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几个环节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写日记是书面的思考输出，和自己对话是口头的思考输出。坚持这两项练习，你的中文思维会发生质的飞跃。周洋，我们今天分享了4个阶段，一共6、7个具体的方法，从贴标签、内心独白，到改变环境、看动画片，再到词块思考描述法，最后到写日记和自己对话。真的是一个非常完整和详细的思维改造计划，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但在这里，我们还想补充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就是心态。要有耐心，把目标分解，不要指望今天听了我们的播客，明天就能立刻用中文流利的思考，这是不可能的。给自己设定一些小目标，比如我这周的目标就是给房间里的10件东西贴上中文标签，或者我今天要在心里用中文描述一下我的早餐。对，完成这些小目标会给你带来成就感，让你有动力继续下去。就像爬山一样，你不用一直盯着遥远的山顶，而是专注于走好眼前的每一步。走着走着，你会发现自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高度。最后，我想分享一个观点：当你真正开始用中文思考时，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因为你会开始理解一些无法用母语翻译的概念，比如中国人常说的上火。当你不再试图去翻译它们，而是直接用中文的思维去理解它们背后的故事和文化时，你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层次。是的，这才是学习一门语言最迷人的地方。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了。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
一个小小的开始，坚持下去就会有巨大的改变。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